欢迎收看第988期《北京不静音》。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台湾的事情。有人分析呢，觉得四中全会上，中共的军队内部高层有大批的将领落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动荡的信号，由此推断，觉得台湾近期安全了。我的看法呢，正好相反，我觉得台湾是越来越危险了。那么今天这节目给大家分析一下，首先呢，有很多的宣传的信号，对吧？现在这个时间点已经是中国和台湾的10月26日了，我是一直等到现在才做这个节目，我想看看10月25日会不会发生一些非常小概率的事件，就是中国去打台湾了啊，当然可能性比较低啊，我还是很担心啊，好在还没有。为什么这么担心呢？就是因为发生了这个事情啊，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了。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将10月25日以后就设定为叫台湾光复纪念日。什么叫光复呢？先从一张老照片说起啊，这个是当年台湾光复的时候的。那么在这之前呢，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在二战胜利之后那么就是从殖民地又收归了。那么接收台湾的呢，是当时的中国政府就是中华民国政府所以所谓的台湾光复。那么自此之后一直是每年的10月25日在台湾都有这个叫台湾光复节去庆祝这个日子但是现在呢，中共又搞出了一个，在同一天搞出了一个台湾光复纪念日。实际上这就是在争夺一个历史叙事了。因为在中共的逻辑里我不是说承认这个逻辑，我只是给大家分析在中共的逻辑里，他认为1949年之前代表中国的政府是中华民国政府，那么49年之后呢，中华民国亡国了那么是从此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换国号了。那么中共这个政府就是中国的这个唯一的合法政府，这是中共的一套逻辑所以呢，他认为新的这个国家、新的这个政权、政府那么接收来自中华民国的一切权利统治权领土的范围等等，全都接收。那么包括之前台湾光复的这个日子，所以他们现在也觉得跟他们自己有关系因为本身他们就在做虚假叙事嘛，觉得能打赢日本中共的军队是中流砥柱这都是虚假的，对吧？好，但是这并不违反他们自己不要脸的一个逻辑自洽那么好，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来自官方的信号那么有人就说了，那你既然定了这个日子，如果后面发生了中国去所谓武统台湾，那么那一天就是把台湾纳入到这个版图里的这一天，又叫什么日子呢？对吧？以中共命名这个纪念日的大概3种方式吧。我觉得第一种方式就叫什么什么解放日了什么新疆解放日、西藏解放日等等的。那么这种这个逻辑上是有矛盾的，对吧？因为台湾你已经在1945年光复了，那怎么光复之后又过了80年，现在还要去解放它？这中间到底怎么回事呢？对吧？这个是很麻烦的，要去解释。所以我觉得用解放日可能性不大。那么第二种可能就叫什么什么胜利日但是这个胜利日的这个分量又不够重，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第三种可能，就是叫国家统一日吧国家统一纪念日之类的，用这么一套叙事吧。那么就是把之前所谓盘踞在台湾的这个政权说成是一个伪政权或者一个分裂势力，然后现在终于包括还会说他们背后有这个包括日本或者美国的一个支持那么现在中国强大了，终于打退了背后的这些外敌，终于把台湾收回来了国家终于强盛了，中国人什么终于站起来了，国家统一了等等，会做这么一个事情。那么这个就是官方从法律层面，从官方叙事已经去做了一个定调。那么好，接着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2部影片就是你可以看到在中国是全方位的在宣传这个事情，在造势那么这个势头造的差不多的时候，
就有可能会去发动战争，所谓拿下台湾。先给大家看的是来自文化圈的一个造势啊，就是说讲好中国故事啊，中国的文化圈啊、电影界啊，那都是跟着党走的。也有人是要赚这个爱国钱的啊，所以拍了这么一部电影叫《澎湖海战》。那么这个《澎湖海战》这个电影，我一会儿给大家放啊，现在放出来一个预告片，预计呢是明年2026年上映。这场海战发生在清朝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台湾呢是这个原本是荷兰殖民地啊，然后被这个郑成功给把荷兰殖民者赶跑了，是吧？那么好，那么这个政权就跟大清政权是不一样。那台湾那个时候是汉人的政权，那么清朝呢是满人的政权。有人还在反对这部电影啊，说你怎么能够去宣传由这个满人把汉人政权给打败了这个角度呢？但是从中共角度来，他不管这个事情啊。我们重要的是讲这个国家统一啊，这个就是他们最重要的。所以啊，先给大家看看这个预告片啊，我们接着聊。家居，台海不宁，千年岁月，海逆屡屡袭扰。十郎听令，朕命你统领周师，进取澎湖，攻下台湾。你要替朕还天下一个圆满。臣领旨。我看到这个里面的台词啊，还天下一个圆满啊，真的把我笑死了啊！就是那谁还天下一个公道呢？对吧？由这个共产党这么邪恶的政权统治了80年，谁还天下一个公道呢？ OK， 还有一部影片啊，这个就更严重了啊！这个是中国的这个国家安全部拍的，由这个人民日报放出来的一个短片。这短片呢就构想了一个情景啊，就是说当年随国民党跑到台湾去的，还有这种中共派过去的这种间谍啊、特务，那他们呢就抛妻弃子的啊，特别没有人性的，就一直潜伏在那里。一直到都已经快老死了啊，都不敢回到大陆去认他当年的这个老伴和儿子啊等等的。然后呢，他们要用一个这个爱国情怀的角度啊，把这样的人渣啊去捧成一个英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短片大家看了之后会非常的感到恶心啊，我就放到最后。我讲完之后放这个影片，然后就结束了啊，今天。所以一方面呢，是你觉得这个男主人公啊，这个就是一个人渣，对吧？但是谁迫使他成为这个人渣呢？是中共的那套制度。而且最搞笑的是啊，这个文化还在把这样的就是不顾家庭、完全没有人味的这么一个人渣去捧成英雄。那这么一个短片在中国去播放出来，当成一个正能量去宣传，当然这是国家机器的另外的一种宣传角度啊。所以综上所述啊，今天是给大家去展现目前的中国的一个风向。我觉得台湾是越来越危险了，越来越危险了啊！从造势上，从这个当然习近平也越来越老啊，他的野心我觉得这场战争不可避免。只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打，以及双方包括周边整个这个世界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们就继续拭目以待吧啊，为台湾祈祷啊，做足准备。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啊，我们放影片了。你愿意一辈子隐姓埋名吗？我愿意。你愿意为此付出生命吗？我愿意。1949年4月20日，故乡战役打响，南京前方再起。国民党籍驻院处长岳海平将随溃军撤往台湾。岳处长，该走了。
大日，在那里，他将继续执行前夫任务。我愿意为我的使命付出一切，哪怕抛下挚爱，哪怕被至亲误解。我走后，他们过得还好吗？他就这么走，我们的爱会怎么活呀？挚爱例如南京市党国王无意夜走台湾，归期无望。你走后，母子相依为命，生活艰苦至极。孩子长大后，无意间发现了诀别信。原来他当初为了逃命，狠心抛下了我们。做这种人的儿子，我感到羞耻。汉贵，汉贵，汉贵，你别走，你爸一定是有苦衷的，汉贵呀！一向进步的他，接受不了父亲出走台湾的事实，一怒之下要离开家去乡下支教。他一定是有苦衷。即使永远不能与家人相聚，即使相见不能相认，你都不后悔？他们现在怎么样啊？这几年，你的妻子一直坚持给台湾写信打探消息，但次次没有回应。海平，你老了吗？还是原来的样子吗？哪怕回不来，能寄回一张照片也好，我也能知道现在你的样子。1992年10月底，大陆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代表在香港举行了会谈。会谈就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如何表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据了解，这是近100年来台湾发生的最强烈的地震。地震发生以后，台北市立即失去电力供应。后来，孩子放下心结回到家中，却见母亲依旧放不下思念。都多少年了，你收到过一封回信吗？他不会回来了。他会回来的，汉贵呀，我们一定会团聚的呀。月老，我们带您回去看一眼吧。无碍海平，展信书言，我们应该很快就见面了。你会不会突然某一天就走进家门跟我说我回来了？奶奶，快下来拍合照啦！月老，咱们就远远的看一下吧。我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情迎接你呢？快乐、激动，还是呆住、流泪？他等了一辈子，守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我应该有一肚子的话要跟你说，跟你说这么多年我是怎么过的。来，大家从这边看啊，看镜头。我也有很多问题想问你。这么多年，你到底干什么去了？我的思念他看不到，他的苦楚我不能同担，我今生已经无法补偿他们。月老，咱们该走了。奶奶，开个头，站一下。马安妮了，为将正月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明。这枚勋章有我妻子的一半，我走的那天，请连同我的骨灰一起交给我的妻儿。生不能与子偕老，但愿长辞后能与子同眠。黑暗里，你坚定地守望心中的太阳；长夜里，你默默地催生黎明曙光。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勋永垂不朽。
你们在烈火中永生。什么东西啊？真的少看中国的这些短剧啊，全是垃圾，价值观扭曲啊！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感谢收看、订阅、分享。